好，那我们就依次看一下每个人待过的展厅，好吧？走吧。这就是展厅走廊。这里是展厅 A， 就是刚刚的案发现场。对。你之前推探人是收了这一间吗？就这间跟走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去里面？我们先要么去 B 吧？可以。没画会不会？好，我们来到 B 房间。B 是暖暖之前是我的房间，对。这有一把刀，每人都有一把。哦，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娃娃插进去的这个刀是吧？对，这个仪式。所以 A 房间的刀是在陆晴的身上。陆晴的身上。C 门的门禁，你按一下它才会开。每个展厅当中的都是单向门禁。E 的同学想要出来，只有 D 的同学按下门禁，他才能出来。门禁按一下才能开。C 为什么多了一个这个球？抽签球啊！抽签有球吗？因为 A、B 是没有那个抽签球的，对 C 到 F 才有抽签球。后4名的预约参观人呢，按照预约先后顺序进行抽签，选择 C 至 F 展厅。对，先看一个 D 门先。阿凯为什么走这么快啊？不，你想让我们忽略什么线索吗？想藏匿什么东西？没有。这个是 D 门禁，不是，但是出去的话，那究竟只有单向的。就是前面的人要摁这个按钮，这个门能开，所以这个房间的人才能出去。看看柜子有东西吗？柜子没有。这边有地毯，它不会有地洞吧？哎，打不开。这个是 E 门禁是吧？E 是谁待的？E 是那个罗罗待的。这是罗罗，对。开一下 F 吧，这边没东西了。哎呀，干嘛啦，烦人！过来。这是最后一个门了。诶，那 F 跟 A 是连着的呀。啊，有图吗？哦，你刚画的图是吧？哦，好厉害哦！那这几个房间好像都没什么东西啊。那从 F 要怎么走出去呢？就是 E 把我放出去，然后 D 把 E 放出去，这样子。根据目前的线索是这样的。A 放 B。哎，这是什么？背后有什么？门禁系统一键解锁指纹识别器，所有路过图书馆指纹的人均有使用权限。触摸指纹识别器后，所有展厅门禁解锁，展厅 A 到 F 的门将变为双向通行。哦，所有门累计可自由开合6次，每次开启后需在3秒内闭合。注意，所有门累计开合6次之后，所有单向门关闭，仅可通过门上的门禁按钮开门。所以天黑的时候，这个门不一定要它外面按，它是可以出去的。它是可以双向的。哦，所以我是可以自己出去的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这个，都是用这个指纹。然后指纹识别是，指纹识别是在它的这上面。是这个太阳。只有你这有啊？这是我的房间，但只有我现在有这个。但这种有一个问题，也不一定是他，因为现在是 F 房间吧。这前面这个，他的唯一出口是 E 嘛？这前面这个人他也可以按这个，趁天黑的时候。那你走出去不就被人看见了？对啊，不是，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天黑的。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留在原地，不要移动，直到蜡烛燃起。然后有那个音乐响起，可能听不到脚步声，他是利用这种空隙。哦，他说6次我们还得回来。哦，他其实不够次数是吧？我们走一下试试。我们试一下是吧？你按一下1次，对，然后要很快的走，2次，有音乐，2次，2次。
3次、 4次，这就4次，我现在都回不去了。但是最后一个人不用回去啊，因为我们走的时候是依次走，你不回去，没有人发现你回去了。 4次，然后呢，你再走吗？放心啊，台阶5次。 5次，好，我来这儿需要5次，然后我把它给杀了，然后杀了，放进去，然后我把它尸体放进去，然后你就走了。你说我，然后我就开门，然后我就走了呀。看一眼我们的，请大家吹灭面前的蜡烛，将刀从娃娃身上拔下来。展览体验到此结束。哦，所以一定要回去，不然你吹不灭自己的蜡烛。大家在明浩的 F 展厅发现了一个指纹解锁系统，推测出有人可以在黑灯时去到 F 展厅，按下指纹解锁，在6次开门机会内去到汝晴的 A 展厅杀掉汝晴。阿凯认为明浩由于在 F 展厅不需要在凌晨的0点30分给任何人开门，所以可以在杀掉汝晴后直接离开。但明浩提出，根据展览规则，需要吹灭自己展厅内的蜡烛。F 展厅的蜡烛燃烧长短与大家一样，可以证明自己在凌晨的0点30分时，在 F 展厅内吹灭了自己的蜡烛。就在案件推进停滞时，大家又发现了新线索。留言簿上有个东西，看一下吧。友友们求问咱们图书馆到底怎么上楼啊？然后有人回答：1楼墙上的挂画是关键啊。画上的关键。但我觉得这可能是提示我们，就是这个答案是它是怎么得来的。对，2个相加等于那个。我看它应该是一个鹿头，对吧？如果按照它的逻辑，它给它拼起来的话，我们试一试那个鹿上有没有机关？试一下呢？试一试。哎呦！哎，开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哇，这可以上楼。哦，这里是通往哪里啊？这是电梯。这是电梯。这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还能下去吗？可以上来。哎，公告，对。先进来吧。公共电梯总是出现无故超载的情况，为保证全校师生使用电梯时人身安全，电梯将进行3天的检修。大家不光看不见我了，甚至不记得我小东了，连我最好的朋友小西、小南、小薇都不记得我跟他们一起创立了推克帝国。看来汝晴也和我一样。什么叫汝晴也和我一样？哦，那张照片上的那个男的就是。检测到电梯内有6人，本电梯承载上限。我们现在是5人。对吧？只有5人啊。现已超载。那什么意思？就是我不是哦，咱们应该要下去出去一个人，要下去一个人。哎，不让下。电梯实现人数正常，即将运行。拽一拽，安全感。一直是2楼上一直在下。哎呦妈呀！一会儿要那个什么了，要贴脸了。救命！救命！救命！你看那个数字在一直在乱跳。妈呀！要死！救命！别打3楼了，2楼1楼1。凶手心理素质也很强大。这边。哎，夜盲时间。大家手牵手。那我去前面。哎，这边有光。哎，那边有光了。小心哦，小心不要摔倒哦。可以拽着我吗 ？OK。我可以拽着前面的人吗？你拽一下小猴吧。我拽着呢，但是我现在是最后一个宝宝。我在。你在我的右手边。没关系，你2个都拽着。我们要往前走。哦，走。往前走。
妈耶！但我应该去哪？小溪，不好意思。现在是谁在抱着我？现在是谁在拉着我的手？谁在抠我？妈耶！所以这些是谁呢？受害者。你刚才看到什么？我全身闭眼。就是相当于墙上蒙着一些床单，然后谁？谁？我是罗罗。你是罗罗？罗罗，你在哪罗罗现在是爱唱歌，所以你们是谁？罗二，哎，他叫我呢，你干什么？你们在救我！你在哪儿，罗罗？我怎么听到外面有一个女生的声音？他是爱唱歌。是假罗罗。对，对，我我们都知道了。是的。你快把我的仙人还给我！那我们怎么帮你啊？他不说话。有人在吗？谁？小薇。小薇，你怎么进去了？你怎么进去了，小薇？我已经被困在这里2年了。2年。那早上那个是小薇吗？早上那不是小薇，她是假小薇。哎，那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小东？小东是谁？我不记得他。小西、小南，小西、小南，小西、小南，我们3个一起创建了推克帝国。但是上面写的是4个人，那张图片上是4个人。对，我们在创建推克帝国的时候，还有一个群聊。对，我记得那个群聊。我告诉你们我的 QQ 号。记。QQ 号，稍等一下。不信你们可以登录我的账号去看看群聊的内容。你 QQ 号是啥？我的 QQ 号是385202626026260。你的密码是什么呢？我的密码是 XV123456。小薇，记住了吗？你们快去登录我的 QQ， 看一看有没有办法把我们救出去。好，走吧，登录 QQ。走吧。如果是汝晴是诅咒者的话，对啊，那他死了，诅咒应该就破了。但是现在，所以幕后凶手是。所以我们杀走吧，杀错人了。你们杀错人了。你们杀错人了。去一下那个展厅那边有个电脑，可以登录 QQ。哦，对。哎呦妈呀！救命！这个电脑吗？对，来吧就是这电脑。 QQ 哦，大家登录了刚得到的小薇的 QQ 号，发现了小薇和小东、小南、小西的4人群聊。4个人在群里分享了自己欺负其他同学的事迹，并以此为乐。小东还提到自己要组织创立推克帝国。小东说：“我决定在推役创立一个黑客组织，叫推克帝国，这样我们可以躲进暗处的网络世界，尽情的交流学校里那些见不得光的加密信息。咱们就不用把什么秘密都藏在图书馆1楼书架上的小暗格里了。你找一，挨个摸一下嘛。书架上的小暗格，这可能在高处。哦，找到。这里有一哎，个。小暗格有呀。哦，先把东西都拿出来啊！拿那边桌子上看吧。暗格里有一张展览村工作人员操作空间门禁卡，还有一篇看起来有年头的牛皮纸，上面写着无可奈何的秘密，也是大家变成怪物的原因。绝望之人把写着临终遗愿的漂流瓶放进无可奈何，那临终遗愿就会在绝望之人离世之后实现。而在1988年，几个被隐性霸凌折磨的绝望之人在无可奈何边把自己的遗愿化作了诅咒。
诅咒用关系操控别人的人变成被操控的傀儡，孤立别人的人变成真正的透明人，造谣重伤别人的人造多少谣受多少伤，取外号嘲笑别人的人变成外号所说的怪物。这些诅咒在爱唱歌、胡杰2个被霸凌者去世后，一一验证在大家身上，并且霸凌不止，诅咒不减。除此之外，大家还发现了一本小东的日记本，还有一个，这个是一个日记本。原来小东因为孤立别人，已经变成了透明人。前天在琴房弹夺命曲的就是他。这是钢琴房啊，琴房响了。因为透明了，所以大家只能看到琴键在动，却看不到弹奏者。而在当天晚上，小东意外看到了胡杰自杀，还捡到了记载着1988年遗愿诅咒的漂流瓶，得知了一切的真相。小东认为霸凌不止，诅咒不解，代表着要杀了学校里现有的霸凌者。为了解开诅咒不再透明，小东尝试杀掉瑞斯拜，却发现自己无法对人造成任何伤害。于是小东设计让阿凯、明浩、罗罗误认为是瑞斯拜诅咒了自己，借他们的手杀掉瑞斯拜。而后小东又发现幕后霸凌的 BOSS 原来是汝晴，于是小东决定引导一个人在推艺怪谈艺术体验展杀掉汝晴。所以找我们要那些贴身物品的也是他，不是汝晴。对，这个日记本应该小东。日记本是小东的。我们去看抽奖箱底下吧。但他说抽奖箱底下有机关呢。哦，机关是这个东西吧？是这个。那我们要怎么解开？展览厅工作人员操作空间门禁卡，操作空间位于走廊抽奖箱下方。操作空间，那就是这个空间。刷它。哎呦，大哥，真的。妈耶！拿一拿，有东西，有东西，拿一拿。拿一下，拿一下，拿一下。真的有个遥控，它这个可以操纵我们的门。哦，它有一个遥控器可以开门、关门的。还有球。E 都是 E 嘛 ，E 是谁？罗罗。是我啊。E 是罗罗。E 这些球都是 E。怎么全部都是 E 的球？为什么都要是 E 呢？哦，说明你想抽到 E 啊？没有。抽签顺序是罗罗先抽，他如果是第一个，他就可以先保证自己抽到 E。那他后面的人为什么抽不到 E 呢？哦，这后面应该是对，它可以，后面是可以打开的，所以他第一个抽完之后，你看我的手，动，你手进来可以摸到我的手。他直接把那个球丢走了，是吧？其实可以在后面控制你抽到什么。其实不光是 E， 不是，那必须那后面有个人呢。我就每人只抽一个，他就递给你，他想让你第几就行。那为什么全部都是 E 呢？所以 E 的那个房间很关键。按下遥控器可将展厅 C、D、E、F 相接的墙面从相接点以展厅门为半径顺时针旋转90度。哦，就那个什么，就地毯那个地方可以转，是个圈儿嘛，我们去转一转试一试。就是这个。哦，它是可以转的，试一下啊。哎，可以转。哦，哎，小心，我来。哦，是可以转的了。只有 C、D、E、F， 按了一次它是顺时针转，还再按一次它是逆时针再转回来。它就是要回到原位，但是会有警报。哎，3秒了，3秒。不可站立于旋转区域，你们站立在旋转区域了，所以它会触发警报。你们转的时候要下来。哦，懂。那你们这样转一下，你们先转一下。哦，它 F 的话可以直接到 C， 它就直接少了很多步。哦。大家反复测试了遥控器后，发现遥控器可以控制展厅门的顺时针旋转，但仅可以顺时针旋转90度后再旋转回去。
并且人不能在旋转时站立在上面。也就是说，凶手的目的是通过遥控操纵门的位置，实现在6次开门机会内杀掉汝晴，并回到自己的展厅。带着这个关键信息，大家展开了最后的集中讨论。所有路过图书馆指纹的人均有使用权限。触摸指纹识别器后，所有展厅门禁解锁。触摸指纹识别器后，所有展厅门禁解锁。展厅 A 到 F 的门将变为双向通行。所有门累计可自由开合6次，每次开启后需在3秒内闭合。哦，它开了之后就不能再关了。或者说它关了，它开了之后就不能再通过一次，就你不能把那个门留着，方便你之后回来，你必须出和进各算1次才行。现在我们确定的是，它必须要先到 F。对，然后去按一下那个指纹。对，那这个对我来说，我为什么要去按呢？我的步数是够的呀。不是因为你如果不按墙上那个按钮，你根本就不能从 C 到 B，B 到 A。对啊，那对吧？是的。那其实这个就可以算步数，就数一下步数嘛。如果我 C 要做按，我要得先去 F， 把 F 那个按掉，那么步数为0。他把旋转门的按钮打开，使它可以从 F 进到 C，F 到 C 到 B 到 A， 再回到 B， 再回到 C。我的步数是够的，我是有做完的可能的。可以的点就在他如果回去了 A 房间就没有人了，但这个门禁系统是说明最后12点半的时候 A 房间是一定有一个人的。门禁都被使用过1次。是的，是的。所以说他肯定就不会回 C 房间嘛，只会待在 A。他如果待在 A、C 就没有人了。那 C 没人 ，D 和 E 就出不来了。所以说他必须要回 C。那回 C 的话，谁帮 B 开门呢？隐形人可以在 A 房间摁门。他有这个功能吗？隐形人他是有物理实体的，他只是不能杀人。哦，那这样隐形人可以帮助所有人呀？不太可能吧，因为他说他拿刀挥向那个的时候，他不能伤人，但是他可以递纸条，他可以那个往里塞球，他摁个按钮应该，他可以弹钢琴啊。然后这个时候对面的琴房就传来了非常诡异的琴声。我们在门口发现里面是没有人的，钢琴在自动的弹奏。哦 ，yes， 可以弹钢琴，对。哦。对啊，那就是摁按钮，所以应该是最后 A 隐形人在 A 房间把 A、B 之间的门给摁开了。对啊，我觉得肯定是透明人在帮忙。那如果这样的，这样的话，反正都有可能。可以算 E， 我觉得 E 很关键，对，算一下 E。他把旋转门的按钮打开，使它可以从 F 进到 C， 然后 C 到 B， 然后 B 到 A， 然后 A 到 B 第4次 ，B 到 C 5次，然后 C 到 D 从 D 到 E， 对7次。所以 E 不可能，但 F 可能。再算一下其他人的。D 也是可以，因为 D 比 E 刚好少1步，就正好卡在6步的那个边边上。就是 C、D、F 都是可以做到的。为什么要给 E 呢？给 E 这个乒乓球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就每人只抽一个，他就递给你，他想让你第几就行。那为什么全部都是 E 呢？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大家从哪里拿到的？是在那个工作人员操作间里。然后那个操作间这个本子被撕了几页。但是因为写的比较重，我把它这个印出来了。我知道你想杀汝晴，你可以利用今晚开启的推艺怪谈艺术体验展。这个展我之前体验过，我知道里面有些秘密机关，你可以利用机关杀人，并且完美逃脱。如果你愿意和我合作，我就告诉你如何与我配合的详细计划。那说明说今天的凶手其实和这个人是有合作的。是的。
就是他应该进去前就知道了这些所有的机关，所以我们现在在解答他们这个一些机关里的秘密。E 这个空间到底会有什么就是特殊的点呢？E 特殊的点就在于它是4个里面唯一一个无辜的房间。也有可能。他就想先确保前面的人能抽中 E， 因为 E 那个空间对于他来说没有用，他要确保自己能进入 CDF， 多放 E 的球，只是确保一个无关的人先进去 E。所以我等于说手去抽的时候，里面全部都是 E， 所以那3颗 E 变成了废球。是确保你能抽到 E， 因为当时 CDF 是不在的，但是他又怕你第一个抽球只摸到1颗球很奇怪，所以给你3个假的，让你感觉是一个真实的抽签。所以就是罗罗是无辜的嘛？对，罗罗排除。所以我是最没有嫌疑的。CDF 都 OK， 只现在推一下哪个是嫌疑动机更大一点。看看之前那些体现那个杀机的证据。罗罗就不用看了，因为他杀不了。C 是我觉得是最有可能的。C 是最方便的嘛？最方便的。动机就是破除诅咒，给表弟报仇。D 最大。大家根据步数演算，排除了E展厅的罗罗，而在阿凯、明浩、卓成3人之间，大家又会认为真凶是谁呢？我认为的真凶是卓成，所以我这一票投给卓成。他的动机就是表弟胡杰被霸凌然后自杀，所以他查到的真凶是鲁琴，所以他有很大的动机要把鲁琴给杀了，所以投给卓成。这次呢，我投的凶手是明浩，然后还有一个X， 那就是我们的推探能呢。凶手是，我是因为觉得这个东西推克帝国和它有关联，我投票给的是。听最后的发言的话，我投的是。接下来公布各位玩家投票结果。经过大家的投票。我们的投票结果是，在4位嫌疑人当中，有2位获得了票数，他们就是卓成，还有明浩。那么在2人当中，现在我宣布，其中获得票数最多的是，卓成，他获得了4票。我投票给的是卓成。我投的是卓成。我投的是卓成。我认为的真凶是卓成，所以我这一票投给卓成。那么大家锁凶是否成功呢？接下来，请真凶站起来了。我以为他站能跟我抢。站起来是吧？我投的是卓成。听最后的发言的话。感觉能也想投卓成，这样的话应该3比2就可以赢，反正就是为了把他票顶上去。那我觉得，对，不应该叫 rapper， 我应该叫 reaper， 我现在变成推证的死神了。本案是否存在 X 呢？本案存在 X。
系 X， 我帮明浩。你不能把那个门留着，方便你之后回来，你必须出和进各算一次才行。他如果回去了 A 房间就没有人了。隐形人可以在 A 房间摁门，他不能伤人，但是他可以递纸条，他可以那个往里塞球，他摁个按钮应该，他可以弹钢琴。哦 ，yes， 可以弹钢琴，对。所以 E 不可能。为什么要给 E 呢？给 E 这个乒乓球到底是为什么呢？是确保你能抽到 E， 因为当时 C、D、F 是不在的，但是他又怕你第一个抽球只摸到一颗球很奇怪，所以给你3个假的，让你感觉是一个真实的抽签。C、D、F 都 OK， 只现在推一下哪个嫌疑动机更大一点。动机就是破除诅咒，给表弟报仇。闭嘴吧。C 我觉得是最有可能的。我觉得一开始说他 A 必须要有人，然后不回去那种，可能只有可能 F， 但他用隐形人来骗我。最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不是你，不可能嘛。然后在他俩之间，我说如果这样的话，那只能选一个就是动机比较大的，不然没办法。错了，我不会相信。先说一下那个，这真的有隐形人在开门，隐形人都要帮我杀人了，他摁个按钮怎么了？哦，所以真的是他帮你。对对，然后隐形人选择杀手的动机其实跟 HR 是一样，就我们3个都是他的这个人才库里的成员。他一开始想选卓成，因为卓成没有被诅咒，他不会杀到一半变成猪。但是你吃面实在吃太久了，你吃到11点半。然后阿凯他会滴血。如果他杀人的过程中变了，他开始滴血就会留下痕迹，但是我就是变成个猪头而已，我不出声也不会引起什么注意。我觉得隐形人是相对觉得我这样更安全一些。那么大家错过的关键性证据是，就在图书馆书架角落页面当中有铅笔回复的文字。那个操作间这个本子被撕了节。而拥有这个铅笔的人，就是上一案被贴身之物诅咒的明浩。就还是昨天那句话嘛，我觉得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我们知道了，这个霸凌不仅有肢体上的霸凌，还有漠视这种霸凌。而且有一个点就是，如果一个同学他确实做了很坏的事情，大家这个时候来孤立他，这个算不算霸凌？那到底要做到多坏的事情，才让大家孤立他的事情不够成为霸凌？还是说，霸凌本身这个行为，它就不应该成为对待同学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点。其实作为一个家长来说，我自己是特别关注我小孩的这个心理状态的。我基本上每周都会问他，这周跟同学相处怎么样？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如果有人欺负你，一定要告诉我。但是小孩是不会说的。从上一辈的角度来看，有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忽略掉，因为我即使这样问，有时候其实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他会拿他的零花钱去送一些同学礼物，我当时觉得很奇怪，然后他就回了我一句，这样他们才跟我玩。我就很害怕，因为有的时候小孩自己是感觉不到被霸凌了，他会觉得这是一种让人喜欢我的方式，其实这个也很可怕。所以我们在身边的人，有时候我们要引导他说，你去交朋友一定是基于你们2个人之间有一种相同的目标或者是喜爱，你们才可以走到一起，而不是因为你一味的在讨好他，这不是好朋友的关系。而且一旦你的讨好没有办法满足于他，可能你就会受伤，就像这个故事里的爱唱歌一样。所以除了霸凌之外，有时候身边人还是要更加注意在这个年龄段的小孩会遇到的一些事情，我们要给他更多正面积极的意见。